成中国色，离不开土地。几千年农业传统和占比最大的劳动人口，沉淀下一些刻在我们基因里的审美。劳动者的色彩出自生命直觉，它源于生活，带着大地元气和率真的趣味。这朵最美的花儿开在乡野之间。深秋，黄土高原褪去所有的色彩，生活越是寂寥，人越想折腾出点动静。过来，来，汪永仁，乡里一打听都知道这是个爱折腾的人。你好。他有一双远近闻名的巧手。女人家做的这个杏仁红啊，是吧？我一看就会。说我上一世肯定是个女的，就是转错了，转这个台的。反正我父亲反对。在陕北，村里的巧手大多是妇女，汪永仁例外。他最擅长做的是剪纸。剪纸前，拿灯盏把旧的样式熏黑，复刻下来。汪永仁说，这是种土法复印术。很老以前，老人们留下这个，就是老鼠家里那个12相书里的子嗣最大，就那个戴着礼帽，穿着西装，就是里边坐着是新娘子，后边是娘家人，有那个嫁妆的。现在新上这个洗衣机电视了，也给他配一个洗衣电视。剪纸跟老鼠嫁女一样，讲究热闹。老百姓心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得剪在里面。乡土的艺术，要替百姓道出人生最幸福的时刻。在乡村婚礼中，有一种颜色几乎要把欢喜给呐喊出来。关于红，我们聊过不少，但我一定要在农村再拍一次红色。不仅因为红是与百姓走得最近的颜色，在陕北，人们对它还有特殊待遇。哦，干这个了，买一筐子就好。我就找这个是，就干这个。赶上村里有人结婚，汪永仁要替主人家剪喜花。喜花离不开一个主题：生命繁衍。汪永仁准备剪一幅贴在床头的做账画。
把剪刀，驯服8层红纸，这是剪纸高手的举重若轻。陕北人含蓄内敛，心里的愿望难开口的时候，就会用剪刀诉说。他们用石榴、莲花、牡丹包围着抓髻娃娃，把生命延续的寓意托付给红色。对农耕者而言，让土地丰产的颜色，也能让人丁兴旺。所以，给婚事剪纸也叫做剪红。红配花，亮堂堂。16晒牡丹，16子当牡丹富贵，就多子多福。好这不？好这里就好了。五代儿女7子团圆，这个是五谷娃娃，就是5子登科，都是状元。只有在特殊场合，陕北人才敢请出红色剪纸。红在民间仪式上承担着过渡转换的功能，区隔旧岁与新年，带领生命跨入新的阶段。用1整年的踏实劳动换来硕果，守得住寂寞，才会迸发出赤红的呐喊。农耕的人以犁耙为笔，在大地上涂抹色彩，大地也教会了他们用生命的直觉创造美。要寻找色彩的天真元气和解救生活的能量，土地是最好的见证。我们节目经常被观众吐槽，说总拍农村的菜市场。赶场作为乡村定期的贸易活动，是交换生活必需品的场合。潘老本带我们在榕江县城的老街赶了一次场。一趟下来，当地人靠什么吃饭，靠什么穿衣，或许你能看个七七八八。哎呦！潘老本的家在一座古老的苗寨里。这双蓝色的手掌养育着3个小孙子，也用色彩贴补着全家的生活。月亮山，气候湿润的林间，种着潘老本家重要的经济作物。它是药材，也可以是蔬菜。往上数3代，或许都穿过它染色的衣服。它是中国传统染蓝植物的一种，它叫马兰。浸泡在水中，自然发酵，叶片中暗藏的色素开始现出原形。
加入石灰，色彩被沉淀下来。在中国，色彩的名字有时能反映它的原料。蓝草命名了蓝这种色彩。淡蓝色的漂色，取之于蓝而胜于蓝的青色，深蓝中透着甜红的干色，都可以用蓝草染出。这种泥状物就是蓝草做成的染料，叫做靛。靛是中国古代百姓服装的常用色，原产亚洲的靛，16世纪后占领了欧洲的织染业。19世纪中期，在旧金山出现了一种用靛洗染的工作装，它就是牛仔裤的前身。跟随服装文化的传播，靛蓝色在全世界建立起超越国界的文化圈子。在潘老本的世界里，靛蓝也有强大的统治力。耕牛、稻田、雨水，农作依赖的一切，在苗族人看来，都有看不见的自然之灵。他们用蜂蜡在棉布上勾勒出轮廓，接下来就该让这些看不见的力量现身了。蜡染，隋唐时就非常流行，如今主要保留在贵州东南部。我觉得这个过程有点像洗照片儿，蜡笔勾勒的底片通过靛蓝色让影像显现出来。这些图像讲述着苗族先祖繁衍生息的故事。苗族人没有文字，但依靠代代相传的蓝染，他们把历史染成衣服、围腰、绑腿布，穿在了身上。啊，我说俺挖个的，那跟那讲说，才聊的。蓝布衣裳，乡下人爱穿的色彩，低调、安静。但当许多蓝汇聚起来，却会发出强大的声音。我们拍摄时，17个村寨聚会商讨新的规约。仪式上，各个家族要拿出蓝染的旗幡，代表先祖之灵。乡土社会，人们的生存依赖共同经验的积累。仪式让集体的声音实现共振。
靛蓝的旗帆召唤着祖祖辈辈的人团聚在一起。扎根于这片土地的生命并没有消失，它以色彩的方式不断延续。10月，阿勒泰草原上正在举办赛马会。每一匹哈萨克骏马都被色彩盛装打扮。色彩不仅带来美，对于游牧者而言，在广袤草原上是关乎生存的信号灯。赛马会结束，草原也告别了夏天。落叶的黄色在哈萨克人心里是忧郁和苦恼，预告着寒冷的到来。兹比拉一家住进冬季定居点，第一件大事就是拿出羊毛花毡布满房间。对于他们这样的牧民人家，全部的生活都从羊开始。除了提供食物，羊毛也会成为家的一部分。一块羊毛花毡的生长，和孕育羔羊一样，在色彩到来之前，兹比拉要先勾画出夏季草原的模样。哈萨克人是游牧者，也是色彩的收集者。新疆，东西方物资的交汇地，像草红花、番红花、靛蓝这样的世界级染色材料，都可以在这里找到。人们也在山野间采集地衣、罗布麻、石榴皮等物产。就比如随处可见的松树皮也可以染色，我们是从兹比拉那里听说的。松树皮的类黄酮是天然的红色素。我想，大自然已接近完备，我们只要再靠近些，就能发现它的储藏。今天，哈萨克人也用高饱和度的现代染料。看过了夏季草原的万紫千红，这种艳丽的颜色并不违背他们心中美的本质。高饱和度色彩是强烈的视觉信号，它刺激大脑产生多巴胺，能够让人兴奋。这种色彩带来的愉悦，也是兹比拉一家度过寒冬的储备物资。在夏天，牧民们很少见面，因此到了定居点，就要准备宴席，相互请客。据说，高纬度地区的人到了冬季容易发生季节性心理失调，但哈萨克人似乎天性乐观。Baba?
انا اجيب جو خوي جو انا بوني ما كان ايش لو حسين ده 除了聚会，色彩是不是也为度过寒冬提供了心理补偿？妈妈我们跟着兹比拉一家学做花毡，他们用了一种阴阳对拼的手法，把颜色不同的花毡裁剪成相同的形状，相互调换，像玩拼图一样，组成图案相同、颜色相反的纹样。单个的色彩是孤独静止的，但如果让这些颜色相互对撞呼应呢？色彩即将像音符一样开始律动。羊角、骆驼掌、马莲，哈萨克人用鲜艳的撞色纹样，把赖以生存的夏日草原留在了冬日的家里。哈萨克有句俗语，祖先的遗产一部分是留给客人的。他们走过了世界上最长的路，为了生存，人们必须相互支撑。就像色彩，手牵着手，才有活泼的生命力。今天，中国的乡村正经历着高速现代化。潮汕既是全球化制造业的一环，也保留着传统的文化景观。透过眼前这些色彩，你能看到乡土社会曾经崇尚的财富资源。当然，也有五彩斑斓的民间信仰和盘根错节的宗族纽带。要想走进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，其实有一盏指路明灯。早年间在潮汕地区拍片，我就留意到家家户户都有这种手工制作的灯笼。和北方的大红灯笼不同，潮汕的灯笼是手绘的。陈师傅家一直用传统的银珠粉调配颜料，现在广告颜料无处不在，但要想让灯笼上写的字数年不褪色，陈师傅靠的是这种古代炼丹术诞生的朱红色。民间用色有配色口诀，比如红马绿安配。而陈师傅是玩谐音梗的，他说红是铜，吉祥辟邪；绿是鹿，象征功名地位；至于黄，就是人见人爱的金子。光靠吉祥的色彩，
还不足以让灯笼挂满潮汕的家家户户。写灯笼，你说你是哪一个村子哪一个姓？你就陇西世家嘛，黄就江夏世家嘛，您就九牧世家嘛。姓陈的有的就写颍川世家，有的就写忠顺世家。姓什么从哪里来的，基本上就信息就很清楚嘛。正月15，陈师傅和族人回老屋祭祖。潮汕人的祖上是历朝历代为躲避战乱南迁到这里的。逢年过节，这些迁居客把灯笼一挂，就像是一个简易户口本。这种地域和宗族复合体，在古代叫郡望。或许这份历史牵挂，让潮汕人对灯笼的审美有点不同。即使是新做的灯笼，也呈现出岁月包浆后的琥珀光泽。更确切的形容是暖黄色。生活中的色彩是无法用色相简单概括的，它带给人的感受还需要结合冷暖。一种防水涂料，不仅改变了白纸的透水质地，还改变了白生冷的色感。桐油，南方民间雨伞、船只、木雕、彩绘都靠它防水防腐。当然，也包括油纸灯笼。桐油这个表面就慢慢就颜色会沉下去，那颜色就肯定不会有色，比较沉一点嘛。桐油渗入纤维之间，干燥后形成光滑的薄膜，不仅给色彩加了层光润的滤镜，也给人带来温暖的感受。色彩是心理活动，是情绪，是记忆。当烛光燃起，朱红和暖黄制造的温暖色调，就是中国人关于家的色彩记忆。油纸灯笼跟随潮汕人的脚步，走遍了世界每个角落。灯不仅是照明，还有指引的意思。故土、地域、家族，在乡土中国是脐带般的存在。它让每个呱呱坠地的个体找到命运相连的家人。我们这边这个村子追溯可能河南那边，以前是逃难到这福建这边，然后再慢慢移到我们这边来。现代性将人打散成孤立的原子，但还有这缕暖黄的灯光，把破碎的我们捡拾回熟悉的怀抱。哦哟，一点四季平安。哎呀，我那就是会贴花花了。那你看，哎呀，贴啊，过节好不好？把人生中最幸福的时刻用色彩保存下来，让这份生命的乐观手手相传，
滋养土地上生活的人。不用担心夏日离去，色彩已储备下度过寒冬的能量。生命中有无法被剥夺的东西，那是从人们心底开出的花花香叶。